海燕，好女儿，孩子，孩子，你醒了？你可算醒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父亲，哎，海燕，祖母，我在哪儿？孩子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哎呀，还是祖宗积德呀！多亏了你这好孩子，咱们家才没遭殃啊。你已昏迷数日，高烧不退，可把我们给吓坏了。母亲呢？你母亲好着呢，她于家中发现密道，却不信任我，竟误以为我是陪党义子，这才闹出这番祸事。幸亏严大人最后关头洞若观火，力阻督察院先斩后奏，为父这才洗脱冤屈啊。念在你母亲虽言行鲁莽，但为酿成大错，这才略加训诫，未曾降罪呀。大理寺已经翻案了，那宇文伯伯呢？啊，我与宇文大人素有积怨，不过是陈年往事，日后分说清楚便是。毕竟来日方长，你也先安心养病吧。养好身子最重要。现如今，庄家嫡女庄寒燕会管平息内乱，法场背尸救家的英勇事迹，那在京城啊都传遍了。人人都说生女当生庄家女，岂止这一句啊，还有人说娶妻当娶庄家女。对呀，你做什么？我要见母亲。你这孩子，慢点。主母，好歹进些吧，都热了好几遍了。主母，让他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三小姐，你还是回去养病吧，主母也要歇息。母亲，你积极得逞，为何还要来纠缠不休？当初害我双腿残疾的人是你，如今让我功亏一篑的人还是你。你命中克我，我为我一生。滚！即便你恨我，我也绝不后悔。滚！滚！三小姐，三小姐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三小姐，快走！三小姐，别再犯傻了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只是想要他一句真话。回来，回来！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三小姐，你们母女闹到如今这般地步，我实在是不忍心。既然主母不愿开口，那三小姐苦苦追问的真相，老奴便擅自做主告诉你。当年你母亲嫁入庄家，与老爷也是有过2年和睦日子的。大夫，都说小七肚皮尖，定是个男孩，您说呢？脉象平稳，胎心有力，说不定要提前恭喜贵府弄璋之喜了。这么说，果真是个男孩，太好了，咱庄家有后了。都说母女连心，我都想是个女儿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太爷晕倒了。
令尊病逝，不容乐观啊！求大夫再尽力一试。你父亲向来康健，怎么会突然发病？莫不是中邪了？你立即去帮我打听，如今京城最出名的天师道长是谁？是姨娘。敢问府中近半年来可见生人，比如采买奴仆或添丁进口？我家夫人即将产子。府中黑气盘旋，这尚未出生的小公子，怕是已被这赤脚鬼附体。到时候不但小公子性命难保，还会勾走令尊的性命。如何能破？夫人诞子之时，便是赤脚鬼临门之际，需以桃木重击婴儿双足，方能驱逐厉鬼。如此我儿岂能活命？这可不行！就没有别的法子能救我父亲的性命？使劲儿！使劲儿！哎呀，再来碗水！怎就偏偏如此凑巧，一定要是个男胎？使劲儿啊！使劲儿啊，夫人！只要是庄家嫡长子，便还有转圜之机。厉鬼难缠，唯有我与大人所说之法，方能破解。请大人决断。主母，这些赤脚大夫全都瞧错了，是个女儿。女儿也好啊，你生于寒冬，便叫你寒烟。望你不畏凛寒，此生傲骨凛凛，展翅高飞于青天之上。么。陈嬷嬷，怎么了？主母，您方才险些难产，奴婢没敢告诉您。永寿堂中来了一个道士。主母生了，是位千金。啊，是女儿。是。千金，你们可瞧清楚了，真的不是儿子吗？千真万确。庄老太爷已往东方长乐世界，诸位节哀吧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厉鬼凶残，克死庄老太爷只是开始，若不除掉这赤脚鬼，不仅何府难安，恐怕尊夫人和刚出世的千金小姐性命也不保啊！这乱飞的臭道士在哪？看我不杀了他！主母，您刚刚诞下孩子，万不可冲动。主母，这怕是有人暗生记恨，早就设下了如此死局。有如意，陈嬷嬷，快点！哎，让开！主母，前后大门已下重锁，家主正在监家阁候着您。母亲，母亲，求求你救救我可怜的孩子吧！她也是你的亲孙女啊！
求你哪怕只为了他的母亲，求求你看到他母亲，求求你看到他，你终身如素，每日都为你唱经念佛，为你祈福，求求你救救他！母亲，你开门啊！求求你！啊！周如意，周如意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周如意，周如意，开门！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从今以后，我愿意终身侍奉你，为奴为婢，绝无怨言。周如意，你开门啊！你不是喜欢我那套妆帘吗？你拿去，但凡我有，只要你想，你喜欢你统统拿去，我只要我的孩子活着行吗？这是何苦啊？你也是有孩子在等啊，难道连一个婴儿都见死不救吗？周如意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周如意给你磕头，周如意，周如意，救救我的孩子，公主！赤脚厉鬼，速速显形！双师呀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求你放我和女儿一条生路。我发誓我会带着女儿离开，此生都不再踏入朝府一步。希文，这人是在做法驱邪，他是为了保住孩子的性命，快点交出来！她才诞生于世，你可想过这桃木棍子打下去的后果？她也是你的女儿啊！我求你了，我自知她是你我骨肉，我绝不会害她，你信我一次。臭道士，你凭何判定我女儿是赤脚恶鬼？说！尔等肉眼凡胎，看不见那团妖邪黑气萦绕在蒹葭阁之中，贫道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可我却听说，你初到庄府，自称的恶鬼是小公子，是男是女并无分别，这隔着一层肚皮你都分不清男女，还敢在这招摇撞骗，说能变成鬼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庄大人，令正被赤脚鬼侵扰，已失理智，贫道可要得罪了。当心做法，切勿伤及我妻女。我告诉你们，庄家确有人造厉鬼附身，但并非这幼女婴儿，而是我阮媳妇儿。蒹葭阁中的妖邪之气是我，克死老太爷的人也是我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。这厉鬼他逼我、迫我、害我，欲夺我女儿性命，欲夺我肉身躯体，欲将我变成厉鬼。希文，将来你我还会有子嗣，我加倍补偿于你。今日求你保我们庄家渡过难关。你们庄家最大的前人，就是我阮媳妇儿。这厉鬼就藏于我体内，它搅得我头昏欲裂，搅得我人心全失。赵道士，你若真的有法力能够降妖除魔，就速速动手！希文，庄大人不能再拖了。动手！动手！你听风吹我的心，模糊了眼睛。你明示至情，伤我最轻盈。雪落下没声音，心门最寂静。为何
亲手对我一句，爱都成恨意。其实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身体，别怨我无情。雪落下没声音，爱你最激情，很柔情，此生只为护你。宿命的线，谁来牵？世间的缘都太浅，无缘你自那以后，你就被送去了儋州乡野，而朱武也再无法下地走路，不仅被迫承受骨肉分离之苦，更是只能终身蜷坐轮椅。我好像在梦里看见你笑颜。滚！要干什么？你别管我，我杀了你！你要干什么？到底要干什么？庄寒燕，你跟他面临逆种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，庄寒燕？其实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身体，你别怨我无情。雪落下没声音，爱你最激情，很柔情，此生只为护你。宿命的线，谁来牵？世间的缘都太浅。你跟他们一样，都是来羞辱我的，都是来害我的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世间的缘都太浅，你此生无挂牵，无过你今生都如愿，只愿线不愿见，留下的遗憾此时缘也难免。我好像在梦里看见，你为何要回来？我已在这无间地狱拖着残缺的身体，自我折磨的苦熬多年，你为何又要回来重蹈覆辙啊？为何啊？寒燕，都是周如烟害了我们。他只是一把刀，真正的知人之人才是罪大恶极。你是说，父亲，阮家一夜蒙难，恰恰是在我和宇文长安将成亲之时。你被误为赤脚鬼，恰恰是在你祖父莫名发病之际，你以为这桩桩件件都是偶然。我此前所为，皆是要为你、为我、为惨遭灭门的阮家，让庄世阳这恶人偿命。我隐藏恨意，为身后宅多年，等的就是裴大富身死，他背后的议政倒台，纵使他最擅长金蝉脱缰，只要在一大会馆众目睽睽之下揭开他的罪行，一定能够将他一举击倒的。主父之死，阮家遭难，这也是他所为。他自然不会承认，但全都是他安排啊！
即便这一切苦难皆是父亲幕后操作，但也绝不知道你以牺牲性命为代价，与恶人一同赴死。你我母女二人，既已遭受分离之苦、残缺之痛，那从今往后更要好好活着，不是吗？寒夜，我做不到啊！我此生早无其他指望，仅凭这一丝执念支撑我才活到现在，你懂吗？哥俩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再没机会了。我懂。我懂。母亲，我并非要你放下仇恨，但若此生只为仇恨而活，只为恶人而活，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昧自苦？请你答应我，先摒弃求死之志，给女儿一个机会，让我帮你寻找这世间上值得留恋的人或事，好吗？其实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身体，你别怨我无情。雪落下没声音，爱你最凄清。恨若无情，此生只维护你。宿命的线谁来牵？世间的缘都太浅，不愿你此生无过欠，不愿你人生都如愿，只愿缘线不愿见，留下的遗憾此时难免。我好像在梦里看见空如眠，此刻你就在我身边。庄三小姐，你背去法场的尸首，确实乃顺平王爷吴有志本尊。此人受过阉刑，旧宅中藏有密道，又是义男出身，眼下确实乃裴党义子最大的嫌疑人。小女相信大理寺会秉公调查，还家父一个清白。不要紧张，义子一案宇文长安办案草率，引得宫中震怒。如今圣上已将此案重新发回我大理寺细细查办，令尊也已恢复清白之身。只是吴有志虽然身负嫌疑，却仍乃皇亲国戚，断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我今日请你前来，就是想问，吴有志已经失踪多时，这尸首你是从何而来？仵作查验尸身的时候，发现其身上有大理寺刑具之痕，而傅少卿也承认，当初查办案件的时候，把吴有志带回大理寺用过刑。小女在追查吴有志下落之时，曾被一个贼人掳走，将我关入京郊一处民房中。那贼人想要杀人灭口，将我与一具尸首活埋一处。后来小女侥幸逃脱，又意外发现那具尸首正是吴有志。贼人是何人？小女当时受了惊吓，未能看清贼人长相。韩燕认得路，不劳烦傅大人相送。只怕再有贼人近身，三小姐不是每次都能侥幸脱逃的。如今你我手中皆握有彼此把柄，我只求日后你我相安无事，否则我保不齐哪天就记起
那杀死顺平王爷的凶手贼人面呢？如此说来，我得谢过三小姐替我瞒下此事。我自知你的手段，只要你别再来害我，我自会守口如瓶。父亲怎么来了？爹爹来接你归家吃饭，啊，姑爷可得空闲呢。恭喜岳父大人又逃过一劫，义子一案仍未了结，大理寺公务繁忙，只怕没时间等们。那就不敢叨扰了，只盼姑爷能够早日揪出这作恶多端的裴大福义子，不然这京城不得安宁啊！一定。好。列祖列宗在上，父亲，儿带着韩燕来看您了。此次庄府劫后余生，定是父亲在天上庇佑。父亲，您在狱中所说的义子一事，到底有什么苦衷？义子？我何曾说过什么义子？您说您有苦衷，无权无势，是为护下全家性命，这才身不由己与裴党有了牵连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我们庄家世代清白，为父怎么会和裴党有染？你不能胡说八道。这里没有外人，您若有苦衷，大可以敞开心扉告诉我，女儿定会设法为父亲排忧解难。韩燕，你来给祖父上支香吧。告诉祖父，你长大了，你庄韩燕是我们庄家最有出息的孩子。父亲说的对，庄家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既然父亲认可女儿的能力，那女儿便斗胆自请掌家，为父亲分忧。韩燕在儋州多年，并未行过及笄礼，此事与礼法不符啊。那便请父亲为韩燕举办及笄礼，再将掌家权交给我便好。最近翰林院有件大事要办，为父怕是片刻不能分身呢。是何大事啊？有位西洋儒士远渡重洋而来，要与我朝互通学问，兼收并蓄。此事由翰林院负责，为父受命随侍左右，要与翰林院同僚，一起将这位大儒平生所学编成一部四海大典，所以这及笄礼仪式，我想……既然父亲身负重任，那及笄礼仪式交由母亲便好。好，甚好，那就交给你母亲。多谢父亲。小女韩燕贤淑无双，择今吉日，延请众宾承其笄礼。
机理即成，今日为父，便将庄家长家之权交予你。望自此遵道从礼，一世一家，安乐平生。女儿不敏，竟成铭记。禀主母，宫中派了人来，说是奉苗贵妃之命，专为三小姐送来吉吉贺礼。这庄家嫡女之名都传入到宫里去了。这你都不知道？当年京城有双叔，都是清流之家的贵女，一位成了盛宠多年的苗贵妃，另一位成了庄家主母。她们二位情同姐妹，形影不离，当年也是一段佳话呢。母亲竟与宫中贵妃也是旧相识。昔日故友罢了。她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我已藏于后院多年不出，很多年都没再见过了。希文，恭喜三小姐及笄之礼。多谢宇文伯伯。我听闻你被圣上停职了。本以为由你来了结裴党一案，定能加官进爵，终究还是我拖累了你。臣服宦海半生，我早已厌倦。趁着这个机会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。只是在京城中，我还是有放不下的牵挂。宇文伯伯，你打算离京啊？确有这个打算。希文，能否为我定夺一二？此等大事，我如何能替你定夺？若你去意已定，我便祝你日后能够平安顺遂。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。希文，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已蹉跎半生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蹉跎半生又如何？你还是有选择的机会嘛。宇文伯伯，请你自重。抱歉，我也该告辞了。母亲，你当真不愿再给自己一个机会？莫要再提此事。不知姐夫引我到此处来，意欲何为？庄家今日热闹，也就这祠堂还清静些。你有何机密要事相商？你与令尊是否在谈过义子一案？他只说，狱中之言，皆为权宜之计。你信吗？我只知道，傅大人心思千回百转，动辄便要置人满门于死地。我不能再信你半分。你昏迷那几日，庄世阳曾受大理寺问询，他也只说是权宜之计。
此香名唤镇魂香，民间少见，寻常人家绝不会用它给亲人上香。三小姐可知为何？因为它是专门用来压制冤魂的香。临位前点上一支，便能叫那些枉死之人无法投胎，无法作乱。岳父大人这些年来，便是一直用它来镇压你祖父的魂魄。你被误为赤脚鬼，恰恰是在你祖父莫名发病之际。你以为这桩桩件件都是偶然？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你并非愚笨之人，一定早就察觉庄世阳其人绝非表面看起来这般怯懦简单。但你怕查出真相。若庄世阳就是裴党义子，届时庄家满门再遭受株连之罪，所有人将再次走入死局，包括你最在意之人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？义子一案仍未了结，经过此番风波，宫中更是要加派人手，速速调查个水落石出。若我是你，绝不会一味逃避，而是要先发制人，比大理寺督察院、皇宫大内更快一步查出证据，如此，才能提前做好应对之策。你和我说这些，究竟有何意图？共谋。什么意思？因吴有之一案，我已被大理寺停职。若你我共谋，查出证据，将庄世阳送入大狱，我自可立功官复原职，而且能保你大仇得报，且不累及家人。我自知父亲是有些古怪，但你当真认为他是义子？庄世阳3年前买下吴有之别院，吴有之偏偏又是裴党，又是义男出身。会有如此凑巧的事情？不然呢？庄家虽2代为官，但绝非大富大贵之家。3年前，庄世阳花大价钱买下这座豪华宅院，只怕当时便已有了打算。若密道一事来日东窗事发，可全部推到吴有志的身上。甚至，当初招纳那位蠢材王爷入左行场时，已预备将他当作义子的挡箭牌、替死鬼。你当真认为我父亲能有如此心计？能受裴大夫青睐，收为义子，自然绝非凡人。我不过是一个后宅女子，你为何非要找我？能将我苦心铺排许久的筹谋看穿，三小姐绝非寻常后宅女子，况且你乃庄家嫡女，如今又深受庄世阳的宠爱，自然是第一人选。他终究是我的父亲，你认为我会答应你？那便要看三小姐如何抉择了。我也只能言尽于此。若你有意，可随时来寻我。小姐，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？周姨娘在找您呢，说是要交接管家钥匙。走吧，也该会一会他。是。三小姐，长家的钥匙还有账簿都在这儿了，若有什么需要奴婢出力的，您尽管开口吩咐。那韩燕就不客气了，我正想问姨娘讨要陶嬷嬷呢。听闻陶嬷嬷忠心能干，韩燕一直看在眼里，不知姨娘可舍得？姨娘，救救老奴！要落到三小姐手里，那老奴还能有活路吗？姨娘，救救我！三小姐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我都是奴婢，现如今三小姐当家，三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陶嬷嬷说笑了，
我自然不会将你发卖出去。不知三小姐要如何安排老奴呢？不如你就去蒹葭阁陈嬷嬷手底下做工吧。唐嬷嬷，请吧。姨娘，姨娘，救救我！姨娘，救救我！多谢姨娘，那韩燕就告辞了。三小姐慢走。三小姐，姨娘还有何事？你四弟少不经事，经此一遭，他必能收敛那顽劣的性子。以后呢，我也会好好教导他。如今这偌大的庄府都是三小姐一个人说了算，还望三小姐大人大量。之前的那些事儿，韩燕领的是掌家之权，必然事事以公正为先。您不必多虑。啊，是我失言了。这是难得的野山参，你们这就送到玉竹轩去，要恭恭敬敬的谢谢三小姐的救命之恩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你个蠢货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才不屑巴结他。哎呦，小祖宗，现在庄府的后宅都是他说了算，你还不明事理？只要爹爹还愿意为我撑腰，我便不怕他。她现在早就不是那个刚从儋州回来的乡野丫头了，如今我们斗不过她，只能先蛰伏下来，静候时机。对，说什么他为我们全家洗冤，父亲本就不是那老太监的义子啊！闭嘴！你们俩都给我记着，往后绝不可再提义子一事，尤其是在你们父亲面前。池儿，你去劝劝他。二姐姐，哎，好了，二姐姐，别生气了。小娘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我就是看不惯他骑在我们头上撒野的样子。忍忍吧，他现在压我们一头，我们何必以卵击石呢？京中遍地高门贵女，看不惯他的又不止我一个。我是斗不过他，可总有人能治得了他。从前母亲管家，每日也是这样繁琐辛苦吗？主母正是知道管家辛苦，所以这才把奴婢派到三小姐身旁伺候。三小姐，有人托奴婢给您送请柬，邀您参加上元宴会。我在京中并无朋友，谁会要我？这请柬上特意注明，受邀者需母女一同参加，摆明是想看母亲和我的笑话。这，三小姐，您可千万别中计啊！这鸿门宴，或许是个机会。大人，
茶陵酒家的江老板派人送信来了。阿珍，你先。少。何人相邀啊？江老板说是庄家3小姐。3小姐急于邀我相会，可是想通了。共谋之前，当先共事。不知傅大人可愿意与我再成一事？他曾起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他愿化作利刃，至今不退。